那我希望你去欧洲的时候，我会带你打打电话，因为这次去欧洲，我打算拍片。对，哦，你自己做效果给自己。这是一个吃播吗？对啊， POV 哈，是不是？那是不是很好吃？就羽衣感吧。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真的很好吃。这个脆脆的。好的，谢谢。还有拍到这个菜吗？然后复盘马上就说，我今年过得好快乐啊。可是我2025年就真过得蛮快乐的啊。那你就告诉大家你有多快乐我有啊！讲那个美国募资的小群组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除了群组以外的，应该是做了那个读书会啊，然后有小剧，然后你今年有那个 1 hour writing， 因为你知道复盘的时候，我们都会复盘一些。不好的，对啊，去年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去年花了蛮多时间，我跟你讲，去年忘了在飞机上去年真的飞太多了，还是以后我会飞更多？那你会飞更多。二月飞美国 Russell Brunson， 6月飞 Kid Nathan Barry， 然后回来上海，没有先飞深圳，去兰地控。10月生日的那一周飞了上海去看刘润，12月飞三亚看罗振宇的《时间的碰》。我想说，我去年那么快乐，是要复盘出来，因为我觉得读者就是喜欢看到你快乐，是吗？读者读者发言然后重新录小金鱼的人生指导 podcast 是2025。对，我听不这个呢？这怎么办？这个要录你自己，怎么样？因为你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录小学生实验岛的 podcast。我爸我听着我就很想道歉，对不起，我们准备期实在是太长了，真抱歉。但应该录吧，是不是？大家都想要看到你变好的样子。对啊，我觉得我怎么讲？就录 podcast， 我觉得在摄影界很神奇，还有容易转向的空拍感那样。我觉得录 podcast 有一个，我后来发现我很喜欢，是我其实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访谈，然后就找很多人访谈嘛。那今年我们也做了访谈，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我发现我今年录 podcast 跟之前录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我开始有自己想要讲的话了，我开始有一种有一个东西是我想要结构化的表达出来，然后我就打算把它跟今年要出的书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难想象我会有这个想法。你很棒，因为你问的问题非常多，就是我想，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90%想，50%我想这个问题，对，可是你问出来这个想，但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可是我真的想听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做访谈。我也蛮喜欢做访谈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做访谈有个好处，访谈容易交朋友，因为没有人会拒绝访谈，几乎没有人会拒绝访谈，就是很有礼貌的方式，因为平常你问别人很深的问题，其实不一定是很适合的，对啊，别人不一定好回答。对，所以今年也想要做一些访谈，看着我的制作人。我没问题啊。现在如果大家想许愿的话，就请你留言你想要，还是我们现在就出门左转，然后再回去，现在直接见访卷。我说到这个，我很喜欢去年我们做那个访谈，好to B 的。其实那个规模不是重点，很多人都给我同一个回复，就是其实大家在这个活动里面最想要的，就是我们几个人是互相认识的，所以我不是一次的轻轻的认识50个人，我是更多的认识3个人，然后这3个人可以在接下来的时候有互动，蛮像很像华尔街日报的读书会。其实那个规模不是重点，很多人都给我同一个回复，就是其实大家在这个活动里面最想要的，就是我们几个人是互相认识的，所以我不是一次的轻轻的认识50个人，我是更多的认识3个人，然后这3个人可以在接下来的时候有互动。其实我很喜欢跟读者聊天我有一种这很必须吧？我会有一种
这个是很久不见的朋友，因为有一个人他很了解你，然后他可以细数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你的人生故事百听不腻。娟昨天还跟我讲，他每次听我讲写作故事，他都有新的想法。我靠，这个一样的故事，你敢以奉主耶稣的名发誓？我第一次认识小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做日更365嘛。然后那个时候是365的结束，所以他为了那个实体见面，他一定写了一篇文章嘛。然后呢，再来他又在讲创作30的时候，他又再讲一次日更30，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灵感日程又在讲。可是他每次讲的方式都有不一样的切角，然后跟不一样的补充，所以就会你算是一样的故事，但你不会有一种就是重复在听的感觉，就会觉得啊，我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很像华尔街日报的读书会。那去 KIT 玩，去年去完 KIT 玩之后，我们就在灵感村第4届做了那个小剧嘛，小剧就有的这个程度，他们就比较喜欢这一个，而且小剧里面就有人是到现在为止还每个月会约一次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没有灵感村的时候，没有我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然后这个小规模也是我喜欢，我自己私下办活动，10个人、20个人的规模，我觉得很安心。就是比如说其实里面有可能 maybe 一半的人是我可能不认得，对，或者是可能接触就是那种很轻微的接触。可是假设比如说我对面这个人是我熟的，然后我熟的这个人跟旁边这个人熟，我就有个安心感。就是你会有一种这些人不是纯粹的陌生人，对，是我跟 A 认识 ，A 又跟 B 认识，所以我跟 B 不算不认识，然后 B 又见过 C， 所以我跟 C 也不算不认识。你总是会有人可以帮你签。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 One Hour Writing 是看，好像在，我跟你讲 One Hour Writing 那个真的是，其实我会去看 One Hour 那本书很意外，就是某一天我在网络上被骚扰。然后我心情超沮丧，就是沮丧那个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其实那天晚上有一个我的私下的，就是线上答应给去年赞助者的一个直播，然后我就看他，我说真的不好意思，我现在状况真的不好。他们就说好，没有关系，我就直接 postpone。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去个亮的地方。然后我现在唯一能想到最亮的地方，就中山成品地下街。然后成品地下不是很长吗？所以我就进去中山出捷运站之后，一直走。然后我就随意的翻我全部想看的书，因为它是个很长，你知道那地方它很长，我就随便翻。然后一本书就专门在讲写作的，然后我就打开来看，然后我真的是一翻第一页就这样啪全部打开来这样，第一个就One Hour Writing。然后那个其实只有写3行，就写说那个人他举办了一个读书会，就叫 One Hour Writing， 全部人来都要安静的写作1个小时，虽然我们不是很安静。然后呢，就是写完了之后，就是大家会彼此分享，那我就很喜欢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把这个概念放进去了我们的就是我自己的社群里面。然后我觉得每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怎么讲，就会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啊！我还是喜欢跟创作者见面的。蛮喜欢那个能量很密集，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它让我可以开启一个新的一篇。因为其实我觉得一篇文章最难的是开始写的时候，所以我就虽然我那一天只写了25%，可是我后来就把那一篇写完。我觉得我们在复盘还是讲一下我人生故事，2017年的故事。但我的确有一个事情是，我每一次都重讲的时候，我都重新对这一段生命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以前其实是比较，我现在很容易生气啦，但我以前很容易愤世嫉俗。我会觉得，就大家对我很不好啊，就工作被霸凌啊，然后工作很不顺，一直在 lay off 的那个名单上面，然后再上去第1次下来，再上去第2次下来，我赶快上去第3次，就是很累，然后领很低的薪水，然后在台北就是那个我们昨天不是看那个纪录片那个冠军之路，然后里面不是有一个人就说他旅日，然后旅日一直被那个教练一直骂，我就觉得那就是我在台北工作的样子，就是你做什么做好也被骂，做坏也被骂，反正你就是每天醒来就想着，今天怎么还没有被骂呢？的时候你就会被骂了。
就每天都很 sad， 然后到后来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人生还是有一个快乐的地方，那就是写作。后来我就觉得啊，对我来讲，写作等于快乐，有一个可以抒发的地方，你可以建造一个王国，是说啊，这个地方就是只长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到现在就觉得说，很有可能哦，如果当年没有这样子，我不会写作，因为就是你没有什么契机，你要写作，而且大部分我刚开始很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或者是我能够有新的体悟的事，都是其实我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虽然那种不是很好，但就是说你在很谷底的时候，只要我愿意撑过去，我就相信我会有新的眼光来看待谷底时候的发生的事情。那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么期待2027年的1月，那你为什么这么逃避2026年的1月8号呢？你说那个录 podcast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2025年就过得很快乐啊。2025年也是我出社会以来，应该说我开始 gap year 以来最大的低潮，就发生了很多，发生时间很短，但是很伤人的事，所以我很密集花很多时间把它让自己恢复中状态。当然我也跟我心理咨商师聊这件事情啦，他认为就是说是不是有点太效率了一点。不是很 agree 这种效率的事，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我没有办法 ，you know， 就是我没办法沉浸在这个悲伤6个月，因为那6个月还是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说我要一个速解的，当然没有速解，我就是一直我会一直切割情绪。我会这样，这包情绪先打包起来，先噔，先帮这边放好，我们有空再来处理。我先把很硬核的先处理掉，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一个好的时间点把那些打开来想一下，它会在我去欧洲的时候可以打开来。其实我很享受在欧洲，很多时候欧洲很像作家的生活。你知道我在德国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堡，然后那个堡呢很像集集，就是台湾的集集。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条火车等走到底之后，要转一个支线，那个支线搭一站，然后再走15分钟才会到那个堡的住宿的地点。那个地方呢，就是别人校外教学去半天的地方，我一去待8天，然后大家都住同一个旅馆，那旅馆其实很小。因为那地方其实根本没有人会去那边住，所以旅馆很小。然后每天都走3个楼层，到了3楼之后，房间大概就是5平6平那么大，浴室还共用的这样子。它就有一个桌子，然后有一张床，然后摊开你的20寸行李箱就满的那么大而已。但我在那里觉得很平静很快乐，我就每天，因为那个堡它有个城墙，我每天晚上都在月色这样绕那个城墙1个多小时。然后回来就在家里，我就觉得那就是很棒。我在里面想清很多事情，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在上一次去gap year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觉得我有种感觉，我快好了，就是因为太平静了，你就觉得因为时间很充裕，这些东西都不赶，没有人在赶你，你就是说你就是这个 SIM 卡突然网络速度很慢，说全部人都能理解，没有人会催你回信，没有人干嘛的那个状况之下，突然什么事都不重要了。就你以前就很挂心的事情，现在都不重要，因为时间很多，然后你就有一种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来想。很多事，然后我觉得它很像那个项链打结的时候，就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它通了，这个项链就被打开了。那我现在需要时间把那东西给打通，所以我就很期待，就是今年去旅行的时候会想一些什么。那今年还是气节。你可以这么说，就是对于很多人很多事，因为我现在处理的事情就是情绪打包。就是很多事情很烦，没关系，这个再打包一下，然后那边已经堆了很多了，我没关系，先再塞一点点，然后我先把事情做完，然后我给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放假。那你大可有自己
去跟你的 set 和解。没办法，他们少年维特烦恼大概就长成这样。然后我就疯狂工作，我大学就是1到4在学校上课，就是当学生，5、6日接家教，接好接满，然后就是把自己搞得很累，因为中文系就是大家都会说中文系出去就没有工作啊，所以我就又很担心我没有工作，我又很想要有工作。那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在大学的时候把国小到高中我都教过一轮，那我出来我就绝对会有工作，所以我就奔着这个看，根本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几点手册，我就开始去找类似的工作，然后打工，然后确保我4年内会把它全部收集完。所以那时候就完全没有写作，下一次写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2017年，然后来台北，实在是觉得自己这样太没有朋友了。但我跟你讲，因为我很常讲这句话，我很常讲说我在台北，因为工作实在太累太忙，我几乎没有朋友，然后没有朋友会联系我出去玩，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不是，他有一天就，哎呦，我觉得水母明天可以不用来。你在写什么？你在写什么？哎呦我的天哪！没事，撑一下场。没事。他有一天就，他就看到了那一篇文章，他就发了一个很长的私讯给我，因为他是我大学同学，他就发一个很长的赖给我，他就跟我道歉，他说他很抱歉，他一直都跟我在台北。我们其实住得很近，我捷运站30分钟内会到。他从来都不知道我在台北没有朋友，因为他一直以为我过得很不错，然后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大学同学过得很不错，然后他没有想要打扰他大学同学，直到很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我那几年过得很孤单。他就说他真的非常抱歉。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很抱歉，他没有在很少的讯息量里面发现，其实我很需要朋友。那他就跟我说，他还会在台北，如果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找他。然后我就觉得对，就很温暖。那他现在还在吗？还在。有。他就刚刚出来街边喝下午茶，就聊了一下这样子，就觉得很感人。就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觉得很孤单，其实也是因为我当下也没有跟别人说其实我也很需要，就顶在那里，因为这太累了。对啊，还没有学会求救的我啦，当时突然好想失去我的大学同学，我在台北都失去你孤单吗？这其实我喜欢的工作方法，就是有一种这个是一个作品，然后虽然表面上长出来的植物可能是这样，但我们土很厚。没有被看到也没关系，我很 enjoy 土下面很厚的根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觉得我们下很骚我能够解释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很期待7月1号。然后我也很期待我们出书。我一直在跟编辑讨论，就是我没有找到写书的那个流的原因，是因为我写 A 的时候我就想着 A， 但是我写到 B 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改了，它很像是。这么多年的10年的我来，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我想要出来说一些什么，但编辑会帮我搞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可能会在这书面看到我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案法。然后我一直有一种，我们可能在2、3年后、5年后再回来看这本书，我会有新的看法，就是题目永远不变，什么是创作，我想成为创作者。
创作在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持续创作？这些题目都不会变，但我的答案跟我的想法可能会有所改变。然后很期待8月的时候跟你分享这一本书。哇，真的很期待耶！不是，我觉得今年的小金鱼会很辛苦。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小金鱼最喜欢有情绪价值，但他等了大概10几分钟都没有情绪价值的话，你不应该这个时候要鼓励一下今年的小金鱼吗？不用啊，小俊不用鼓，我鼓励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我想到了很多很美好的画面。就是他很期待活着会有好的事情发生。对啊，那你送最后一句话给小金鱼。我也很期待要出书。对啊，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我会开心的醒来，就是我想那种想到了很好的画面。就说我今天早上醒来很开心，说我想到哦，今天早上录音室有出现卷。哦哇！我就想到说，哦，今天卷还要来我们的 podcast room， 哦耶！今天卷要来我们 podcast room， 我就很开心，所以我今天才提早到。我往常在这群组说，哎，不好意思，我会迟到，sorry， 这样对，就是让我的人生可以不断滚动、转动。快乐的方法就是我永远可以盼望到一个好的画面，然后我永远想啊，这个画面很值得期待。我会期待7月1号在小站的时候，我会期待我7月28出书的时候，我也会期待我10月搭上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尤其是头等舱嘛，很值得期待啊。然后我也会期待有没有机会？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厂商可以介入？赞助我们小金鱼呢？永远欢迎，永远欢迎。要不要讲一下你有可能开一个小金鱼那个不知道叫什么水帘洞？我们讲一个很胡闹的想法，我们就讲说呢，我开始这个旅程的时候，但是我开始买机票的时候，就有一个付费订阅制。你就进这个付费订阅这个社群里面，你就可以知道我全部的花费。是小金鱼的流水账吧？然后呢，加入人要怎样？加入人要这样子哦，加入人要帮我记账。好，记完账之后呢，我们在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开个复盘会议，他们复盘我。我们叫小金鱼这次出国花了100万，我们投票，我们觉得最值得花的是这些钱，最不值得花这些钱，虽然我都花了，最不值得花这些钱。然后呢，我会依据大家在这个流水账里面的贡献值来决定，来抽不同等级的礼物。哦哇哦！还没想好那个，还没想到礼物是吧？那礼物确定会抽是不是？会啊！哦，而且重点是那个礼物要从世界各地带回来。哇哦，很浪漫吧？然后最少的参加奖就是塞纳河畔捞了一瓶水的。没有，那个东西还要买玻璃罐回来。然后什么那个就是圣家堂前面的一瓶空气。我觉得一瓶空气可以。可能最差的礼物我不知道哎。什么叫最差的礼物？然后在英国捡了一颗石头。我觉得我的礼物都蛮文青的。我跟你讲，最近我朋友去圣家堂，他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我想要的礼物，我说你快帮我买一个书签。然后那书签，因为圣家堂很有名是他是拿那个彩色玻璃放，因为那教堂全是彩色玻璃嘛，它有一个书签的中间就挖空，然后放彩色玻璃，所以呢你光照下去，你这样转它那个白纸底下会出现不同颜色的光，那个就是圣家堂的那个颜色。然后我想帮我买那个回来，我觉得我可能在那边扫购那一个，买一点，啪，不好意思，这一叠我都要了，这样子。很期待这个会吧？他自己的读者都喜欢浪漫的事情。我对于欧洲行程的想象力可比小娟丰富太多了。太好了。我对这个旅行的理解可能也比去小娟多了。这个旅行很具体，完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对于水母明天可以不用来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清楚了。好，那你叫水母明天不要来了。感谢水母，拜拜，下期见。